是我看了这么多剧本之中最让我觉得每一集都逃不掉的一个剧本。慕容清怡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东西，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可能是不是因为我的一些动作会让大家误以为我是非强制爱不接的其实没有，以前演戏有一个毛病，我很容易演着演着就陷入一个自我感动的漩涡当中。后来我就慢慢意识到一个问题，演员其实演给观众带入到那个情绪里面去的，这些东西放在我心里边会更加让我面对镜头会自如一点。搜索，打死我！这一秒过火入戏特辑由经典鲜牛奶首席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凌赫，很开心在入戏见到大家。这一秒过火，它其实剧情非常极致嘛。然后记得你之前说，其实进组前会把剧本的逻辑去捋清楚。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最吸引的地方会是什么呢？我第一次看到过火的剧本，其实最吸引我的是它情节非常紧凑，真的是我看了这么多剧本，演了这么多戏之中最让我觉得每一集都逃不掉的一个剧本。如果你少看一场戏，下面的剧情就不知道连不上了，这样发展了。对，所以自己在看的时候吊着自己，就是完全停不下来的那种，完全停不下来，没有哪一集是废的，线索都得连着来。它那种反转吧，让你意想不到，一件事刚刚完结，马上要步入一些比较平缓的节奏，突然它另外一件事就起来了。所以全是这种强冲突、强情节的，然后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情节。会有过拧巴不能理解的地方吗？会有，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处理事儿会处理的比较平缓一些。轻易不是这样，过火剧本里面其他角色不是这样，它有些强情节的冲突会必须让角色有那种比较外放的情绪，虽然说有点不太能理解一开始，但是很过瘾。看那个路透，我们大家就觉得很过瘾。是啊。拍摄过程中，你觉得和当初看剧本是想象一致吗？还是说会有些很意外、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跟楚然、我跟导演、我跟其他演员一部戏的磨合下来，应该可以给剧本再增添一点颜色。其实自己在实际的塑造中也会给它添加很多自己的一些理解和对啊，我们每个人的想法，然后导演的一些镜头的语言、情节上的更多的小心思、小设计都会在里面增添一些色彩。拍摄过程中或者说拍摄前会有跟导演对这个角色做什么交流吗？会有，我们有一个围读的过程，会给这个戏给大家统一一个调性，该往哪个方向去演，表演方式是怎么样的，然后大家达成一致之后再开展生产工作。包括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跟导演、跟对手演员、跟编剧团队其实也一直在持续的交流当中，结合大家的意见一起再优化一下。可能大家看到第一版剧本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拍摄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但一定是结合了所有的意见更优化的一个版本。其实慕容清怡看介绍是一个病娇疯批公子，我看完他的人生经历，我感觉他真的很惨，他身上有非常多的苦难的地方，长大了看似好像已经功成名就了之后，又遇到了一些困难，好多。对，尤其是前期的时候也不被父母爱，然后承受了很多。原生家庭就是一个比较悲惨的状况，后边他在寻找自己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在诠释过程中是如何找准他这种角色的感觉呢？我去理解一个角色，我习惯先从他小时候经历的东西开始，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原生家庭或者说初始的生长环境会决定他的性格，所以说我会去研读或者说仔细的顺一下他小时候经历了些什么，如果没有的东西我更会去脑补一下。对，我发现很多演员都会有这种习惯，就是比如说剧本里面没有这个呈现，但是自己会去脑补一下他过去的经历，让自己演的时候会觉得说更能接受。对啊，就比如说更合理。你在演他成年之后，就是很多剧的开展都是从已经经历了这些事之后开始的。如果你没有前面这些戏的铺垫，你去演后面的戏的时候，心里是没有支撑的。这个支撑必须得做好，才能把后面的戏演实了嘛。那这个习惯是你演戏以来大概什么阶段开始形成的呢？慢慢在学习，一部戏一部戏的经验在积累，才让我养成这么一个习惯。可能其他人也会有其他人的习惯，但这是我表演方式的一个习惯吧。从开始有这个习惯之后，你觉得就是这样子演下来，会让自己觉得说在表演上面有演的让自己更接受，或者说和以前的状态很不一样的那种变化吗？会让我更加松弛，更加让我在镜头前面表现的真实吧。因为演员其实你说戏好不好，每个人评判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松不松弛、真不真实是看得出来的。对，所以说这些东西放在我心里边，会更加让我面对镜头会自如一点。其实这次我看有很多那种情绪张力非常强的这种戏份，有没有哪场戏拍摄下来是觉得说
说最挑战的呢？最挑战的2场戏，但都是因为一件事儿。有一场是我跟素素的戏，我会面临一个是挚爱，一个是至亲，对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场戏我用枪指着素素，情感宣泄会非常复杂，我会面临一个非常进退两难的结果。但最后就是我其实也放过了素素，但是呢，把我们之间美好的回忆都一枪给烧掉了。这么一个决定其实很难演，因为想的东西太多。还有一场戏是另外一种类型，就是那场你们应该看到路透了，我在雨中跪下来的。哦，对，看到了。其实原剧本写的是我看着哥哥给我的信和照片，其实在怀念哥哥，在情绪宣泄。但我当时看到剧本，我觉得不够，剧本既定上面的场景让我好像没办法去把这种情绪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我跟导演讨论说，能不能说我看着这照片，看到这个信之后，让我走出去。因为人在痛苦的时候，如果想解脱自己，一定是想呼吸新鲜空气的。他出去了之后，下大雨，在雨中感受到了那个情绪，拿哥哥的照片跪下来，更能表达我对哥哥的一种情绪。所以这部戏就是从刚刚说的这2个场面拍摄过程中，你一直在思考，就是怎么样呈现的会更符合这个剧情，或者说带入自己的一些理解在。没错，因为我以前演戏有一个毛病，我很容易演着演着就陷入一个自我感动的漩涡当中。自我感动，对，就是你自己感觉哇，自己演的酣畅淋漓，但其实观众看起来，是不是没有那么强的代入感？后来我就慢慢意识到一个问题，演员其实演给镜头，他是要让观众带入到那个情绪里面去的。不管是你的肢体动作、镜头语言也好，你一定是要让观众进入你那个情绪。所以说，在这里面添加一些氛围的添加一些来回的切啊，让观众更能感受到我跟哥哥之间浓烈的情感。你刚刚说到，其实过去会陷入在自我感动的漩涡中，那现在以自己体验为主，还是说会更多带有一些，比如说技巧或者思考？演戏的基础还是要把这些画面放在心里，把情感放在心里，基础还是不会变的。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是我希望可以给我的情感烘托到一定高度，我自己演起来也会更得劲儿一点。对对，得劲。那你觉得是这种更外放的戏，还是说更隐忍内收的戏，对你来说更挑战呢？克制的戏难演。其实克制的戏就是你既要有内心的支撑，又得有一个意识，你得压着自己，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不能假，但是你又得演出那种情绪很浓的感觉，一定得是有2种想法同时放在心里边，会更难一点。我突然想起之前我采过了一个前辈演员，他就讲说，克制的戏他也是觉得说更难演，因为可能表面就表现出来是20%的能量，但他其实内心可能要200%或者更多。没错，没错，没错，很难演。所以对于演员来说，其实也是更消耗的一个。当然，一直是这种戏的话，其实自己情绪也会不好。对对，这个戏其实这种情绪克制的戏份也很多，有没有一天下来有好多场这种戏连着的？还好，没有一天说拍很多场哭戏或者情绪戏的，但是很密集，基本上2、3天就有一场，2、3天就有一场。对，有没有哪一场戏拍摄下来觉得说，哇，真的感觉被掏空了那种感觉？被掏空了，想想有，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大哥躺在那边呢，然后我是回身去拿枪指着霍敏贤那场戏。说，到底谁告诉你的？那场戏压力非常大。昨天杀青了嘛，就是全部拍完，要告别慕容清逸这个角色，和他相处的这几个月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很心疼他，这是真的非常非常心疼慕容清逸的经历。他3年前经历的一些不公，3年后经历的一些忽视，6年之后好像是已经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又突发了一些劫难。我觉得慕容清逸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但同时我也非常感动，因为慕容清逸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东西，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己。而且非常可贵的是，慕容清逸虽然经历了这些苦难，但他内心本真的一些善良和友爱是一成不变的。他表面可能看起来有很多这种让人觉得很意外的行为，但是其实他本真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内核。他的底色一直是很干净的，他没有说因为这些受到的不公平啊，或者看到的一些非常极端的手段而去改变自己。他反而经历了这些之后，他学会了怎么去让自己的爱去感染对方，感染这些受苦难的其他人。这其实是非常难得、难做到的，非常难得。对，所以也是最值得大家心疼的一个点。是。大家其实也说，就是张凌赫是强制爱赛道的 T0级别，在诠释他这个强制爱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我怎么就被冠上了这样的一个名号呢？因为这个角色很带感，包括你给他的诠释，让大家觉得说真的很带感。可能是不是因为我的一些动作会让大家误以为我是非强制爱不接的？
其实没有，其实没有。在这个戏里面，很多大家好像路途里面看上去像掐脖的那种东西，对其实不是，大家去剧里面看就行了，没有掐脖。过去你也经常说想要拍民国剧，那这次实现了，感受怎么样？很开心啊！我在拍民国戏之前，我知道我有那些拿枪的戏，我很兴奋啊。但是拍上了之后，枪声就特别大。我开了第一枪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这枪声怎么这么大。后来我再次开枪，我就特别警觉，每一次开枪我的脸部肌肉就不受控。拍的时候是不是要做很多训练，就适应一下？心理建设。我整个戏的拍摄过程还是挺压抑的，几天连着的全部都是哭戏。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拍这个戏，然后我可能整个拍戏期间我都会跟着这个角色的情绪走。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尤其是在粉丝面前就没有哭过。然后那天我是真的有点忍不住了，我想演一个那种恶女，他们老说我笑起来很坏，那我就去演个坏女人吧。Hello， 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楚然，在这一秒过火当中饰演的是任素素。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楚然。这次任素素其实她是一个复仇归来的黑莲花嘛，同时还饰演了另外一重身份。而且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她其实身世非常的悲惨。是的，你会有这种感受吗？我整个戏的拍摄过程还是挺压抑的，它不是那种外放型的，它是隐忍型比较多的。我来之前我也去看了一些我们的那个素材，我看到有一场就是最抓我的，就是好像被掐脖那种。那一场也是我跟青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戏。你在最开始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如何把握准这个角色的感觉呢？这个跟导演进行了好几轮的沟通，也是在慢慢的磨合当中找到的吧。因为我之前没有演过这种类型的角色。对，他很极致啊。其实你之前也说就是很想演民国剧，那这次演了之后感受怎么样？我感觉这个还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民国，它的剧情更跌宕起伏一点吧。大概在什么阶段的时候觉得说很进入这个角色的感觉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拍的是3年前，我感觉也是跟我本人比较像的时候，对，所以那个状态还是蛮好找的。后面的话，因为他经历了一些巨变之后，他的性格比较隐忍蛰伏嘛，所以后面他是比较收着演的。因为我们知道剧组拍戏是套着拍嘛，可能这会儿就是很外放的戏，那会儿有隐忍的戏，有过这种事吗？有啊，因为我们这个戏名场面很多，对，然后全是那种就是有点抓马的，所以就一天可能要改3、4次妆，然后可能素素啊，然后方木兰，素素方木兰，就是这种，经常这样的。我有几天连着的全部都是哭戏，我当时看剧本的时候没觉得有这么多哭戏啊，怎么演着演着太多了？因为它确实是每一轮重要的事件太多了，觉得他马上要回归成正常人的生活的时候，然后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点，然后新的复仇任务。怎么样能够快速进入哭戏的状态呢？因为我们的那个置景非常好，然后进到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大的感触，然后包括对手演员给的那个刺激啊什么的。拍这部戏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体验吗？这次我觉得就是那个昆曲，第一次装扮上昆曲的妆造很新奇。其实你也有舞蹈基础，当时会不会比较容易上手一些？就是动作会比较好记吧，但是那个我们还是完全没有那个感觉，那个还学了挺久的，有时间就去练。这个角色他的情绪张力非常强嘛，那哪一场戏份对你来说是挑战最大的呢？你觉得？我觉得太多了，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轻易拿枪指着我那场，还有就是小兰姐去世的那一场吧。剧情里面开枪杀了任素素嘛，虽然她没有真正死，那一场当时拍摄感受怎么样？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上火车，然后我是看到了有打手，那些打手是追我的嘛。对，我本来是要跳火车，但是我在跳的那一瞬间看到青艺了。青艺我其实是对她有点愧疚的，因为我对她不告而别。但是我当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小兰姐刚去世，我要把她的骨灰送回南阳，所以我看到青艺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心是非常矛盾、很煎熬的。然后我又看到那些打手，我当时就做了个举动，就是我拿枪指着他。其实我是想让那些打手知道，你看我跟他撇清关系了，就是我是不想让他牵连进来的，所以我会用了一个这样的方式吧，去保护他。有没有哪些就是这种情绪很大开大合的戏份，觉得说哇，真的拍完之后很掏空自己的感觉？其实这场就是这场，他还是压着的那种情绪，他没有办法跟青艺说任何。包括后面知道了李荣章跟我亲生父母的死有关系之后，我也不可能让青艺去做杀父这种事情。对，就是也是没有办法跟他说。那你觉得就是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哪个时刻是觉得特别心疼他的呢？我觉得在杀完孙嬷嬷之后，他一个人拿着那个名单，那名单上面有小兰姐的名字，他每一页上其实都有一个人的人名，他打岔的就是他们弄死的人。所以我看到那个小兰姐的那个名单上面是打岔号的时候，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是心很痛，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名单跟小兰姐说，我说天要亮了，
他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年纪，然后都没有办法去看外面美好的事物。所以他后来成为方木兰，就是其实也是帮他过了一种人生的感觉。但是我不希望他过方木兰这样的人生。对对，也是太苦了，太苦了。昨天其实杀青了嘛，现在告别任素素是什么感受呢？终于可以笑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拍这个戏，然后我可能整个拍戏期间我都会跟着这个角色的情绪走。整个戏的话，可能拍的时候也比较压抑，因为大家其实每一个角色都还挺压抑的。那就是告别任素素，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吗？素素啊，以后不要这么苦了，然后一定要开开心心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爱自己。希望素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素素一直是在为别人考虑，因为相当于是姐妹团也是她攒起来的嘛，她还是承担了比较重的，然后她考虑的也会比较长远一些。所以就是真的压在她身上的东西也非常多，对，有一些责任在。对。谁的存在都不能替代。我记得一个是当时开机的时候粉丝应援，然后包括昨天其实粉丝也来应援了，尤其开机的时候你当时好像也感动落泪了，是不是？对对，看着粉丝为你而来什么感受呢？就是很感动，而因为那天特别热，刚开机的那一天，然后知道大家在那边等了很久，因为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尤其是在粉丝面前就没有哭过，然后那天我是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很多种情绪吧。我看你前段时间发，包括你的粉丝说最近是养了2只狗了，升级为2狗家庭，就是2只狗狗平常是怎么样相处呢？会打架吗？不会，拖把很乖的，拖把都会让狮子头。你这2个狗狗的名字都很新奇啊，就当时为什么会取这2个名字呢？对，因为最开始狮子头它叫布丁，后来我每次叫它布丁，它都感觉像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后来呢，我就看它很可爱，它那个头发特别像狮子头，就我们吃的那个狮子头，它也像个小狮子，然后我就给它叫狮子头了。所以那你喊它狮子头，它会应你吗？不会啊，也是不会。可能你有很多这种很有意思的行为，然后粉丝说你是抽象女，你认可吗？还行吧，我感觉我还是比较正常吧。其实大家也都说你是宠妃赛道的神，你觉得自己最适合什么赛道呢？宠妃赛道好多神呢，我也不是神，我不是神。我想演一个，他们老说我笑起来很坏，那我就去演个坏女人吧。其实这次的任素素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就是比较带感的那种感觉，就酷的这种？对，会有一点，但她本质上还是很善良的，很善良的一个。我想演一个那种恶女，感觉应该演起来更过瘾吧。大家对你的造型啊，就是平常讨论也非常多，然后包括其实这次任素素的造型都非常美。就比如说你会有过想要挑战外形，其实和以往很不一样，然后或者说甚至可能不是那么美的角色。当然 OK 啊，我比较喜欢这个角色的话就可以。那会有心理负担吗？不会。那今年比如说25年有给自己定过什么目标吗？应该也不算定吧，就只能说在自己的范围之内，然后做到最好吧。你觉得在25年里面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收获就是我 get 到了那个骑自行车这项技能是在什么时候？其实我去年就已经开始骑了，去年前年就已经开始骑了，但是今年想说要好好骑一下。就杀青完休假出去玩的话会，而且因为天热嘛，我本来想说骑着出宫的，但有时候天热，然后去现场就出汗了，然后我就没骑这个戏。我可能就下个戏偶尔骑一下，那个时候天气凉了嘛。到时候可能粉丝很多路透就能看到你。